也沒有感覺到空氣中彌漫着一絲不對勁。我們正站在一場巨大風暴的邊緣，它不只是刮向某個角落，而是要顛覆我們整個金融體系。這不是那種小打小鬧的市場波動，而是一場正在悄然展開的全面危機。過去這一個月，股市像坐過山車，科技巨頭們紛紛下調盈利預期，債券收益率也是一路飆升。這些只是冰山一角，水面之下更大的裂痕正在浮現。曾經被視為鐵飯碗的商業地產，現在在高利率、資金緊張和市場低迷的三重打擊下，正搖搖欲墜。你知道嗎？最先拉響警報的不是那些西裝革履的銀行家，也不是中央銀行，而是一位特立獨行的地產大亨格蘭卡多內。早在2025年4月，他就已經在 TTOK 上直言不諱地說，這場危機規模大到足以拖垮300家銀行。他說，這不是地產的單打獨鬥，而是整個金融體系都要被拖入深淵。這可不是他一個人的危言聳聽。緊接着，華爾街的巨頭們也坐不住了。黑石集團的總裁喬納森·格雷指出，美國的商業地產正在經歷一場痛苦的重新定價。高盛最近的一份內部報告更是讓人心驚。那些中型銀行正面臨着20年來前所未有的資本重估壓力。彭博社的模型預測，如果高利率環境再持續18個月，全球信貸市場可能會縮水高達2萬億美元。從硅谷銀行倒閉到市中心寫字樓租金腰斬，再到你我退休金可能面臨的高風險投資，這些都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一條正在不斷蔓延的金融裂縫。我就帶你一起從這場涉及2點拆物的風暴源頭說起，正看它是怎麼一步步從地產蔓延到城市銀行，甚至影響到你我的日常生活和未來的退休金。很多人可能會問，這個宣稱300家銀行倒閉的人到底是誰？是不是那種為了流量胡說八道的陰謀論者？不，他叫格蘭卡多內，而且他比你想象的要真實得多。格蘭卡多內可是美國最知名的房地產實戰派之一，他管理着超過20億美元的資產，擁有上萬套租賃單位。他寫過暢銷書《10倍法則》，有數百萬粉絲，幾十萬投資者都上過他的房產課程。但這次，他不是來鼓吹10倍增長的，而是第一個站出來警告，這場地產危機規模足以拖垮300家銀行。更讓人吃驚的是，他不是唯一這麼說的人。黑石集團的總裁在2024年底接受採訪時就說過，商業地產正在經歷一場痛苦的重新定價。這可不是短期的現象，而是結構性的轉變。你知道嗎？黑石以前可是持有大量寫字樓的，但從2023年開始，他們已經大規模地轉向了物流數據中心和多戶住宅。這說明什麼？連最大的玩家都在悄悄撤退，金融巨頭們也不再沉默了。高盛2025年第一季度的報告裡白紙黑字地寫着，中型銀行面臨無法再融資的風險，商業地產的價值普遍下跌了20%到40%。如果利率持續到2026年，金融市場的信貸供應將收縮超過2萬億美元。加上彭博社、摩根士丹利、富國銀行的內部預警，你會發現，這不是一兩個人發瘋亂喊，而是整個系統都在拉響警報。我們不是在唱衰地產，也會在編故事。這是一場正在逼近的信任危機和流動性大考，而格蘭卡多內只是最早開口的那一個。這場危機的核心到底在哪裡呢？接下來我們就要深入剖析這筆7萬億美元的地產債務為什麼會集中在最近1-2年引爆，又如何從一筆簡單的債務演變為整個金融體系的毒瘤。危機的核心，一枚設計失誤的定時炸彈。這2.7萬億美元的商業地產債務表面上只是一個數字，但實際上它更像是埋在美國金融體系裡一顆隨時可能引爆的定時炸彈。我們先來搞清楚這些錢是怎麼來的，誰借了錢又借來做什麼了？答案是房地產開發商、企業、基金公司，甚至地方政府，他們借錢去建寫字樓、商場、酒店、學生宿舍、工業倉儲等等。這些項目可不是用自有資金蓋的，而是向銀行借貸，我們稱之為 CRE 貸款，也就是商業房地產貸款。這種貸款通常有個特點，短期高槓桿，指望着租金來還款，而且大多是3到5年的期限。問題就出在這裡了，3到5年前是啥時候？正好是2020年疫情初期，那時利率幾乎為零，美聯儲大放水，市場上資金泛濫，開發商們借錢就像喝水一樣輕鬆。可現在這些貸款紛紛到期了，但環境卻徹底變了。這是第一層危機，利率翻倍。2020年利率是 0.25%， 到了2025年已經飆升到 5.5%。這意味着同樣一筆債務，你的利息支出可能翻了23倍。以前每月還100萬利息，現在可能要250萬。很多人根本無法再融資，因為現在的貸款條件更嚴格。更要命的是，租金收入還在大幅下滑，這就引出了第二層危機，現金流斷裂。寫字樓的空置率暴增，全美平均空置率已經逼近 20%， 而在紐約、舊金山這些大城市，甚至超過了 30%。遠程辦公和混合工作模式的普及，讓企業大減少了對辦公空間的需求，房東收不到租金，自然就還不了貸款，這些資產就變成了銀行的壞賬。接着是第三層危機，銀行被拖下水。你猜這些債務的最大持有者是誰？不是那些對沖基金，而是那些中型地區銀行。大銀行的資產比較分散，但中小銀行在商業地產上的敞口，
往往占到其資產負債表的40%以上。一旦資產價格下跌，現金流中斷，這些銀行的資本比率就會受損，股價崩盤，面臨儲戶擠兌和倒閉的風險。這不正是2023年硅谷銀行倒閉的翻版嗎？上次是債券貶值，這次是整批商業地產資產賣不掉，借不到錢。這2.7萬億美元的債務可不只是一筆簡單的貸款，它揭露的是美國商業地產在高利率和新工作模式雙重壓力下所暴露出來的深層次結構性缺陷。導火索從寫字樓崩塌開始的連鎖反應。接下來我們要進入最有畫面感的部分，當辦公室租不出去，樓價崩盤，稅收減少，城市就會衰敗，最終連你的退休金和城市的正常運作都會被拖垮。你會發現，那些空置的辦公室不僅僅是房東的心頭痛，它更像是扼住了整座城市的命脈。空蕩蕩的大樓不僅僅是虧損租金，它還在一點點地吸乾城市的血液。想象一下，市中心一棟豪華的大樓，玻璃外牆在陽光下熠熠生輝，大堂裡有接待台和咖啡廳，20層辦公空間，但你走進去一看，空無一人，只有3家公司租了1層，剩下17層全都空着。這不是想象，這正是2025年紐約、舊金山、芝加哥、洛杉磯的真實寫照。疫情之後，人們就是不願再回到辦公室了。從2020年開始，遠程辦公和混合辦公徹底改變了我們的工作文化。企業省了租金，員工省了通勤時間，大家發現原來沒有办公室也能運轉得很好。亞馬遜採用了混合模式，谷歌和 Meta 直接出售或出租了部分自用辦公空間 ，Salesforce 甚至把舊金山總部40%的空間放出來轉租。曾經的頂級哪級寫字樓，如今成了高級的空屋。這些數據是觸目驚心的。截至2025年，全美平均空置率高達19%，舊金山更是超過33%，創下了歷史新高。芝加哥曼哈頓中城、華盛頓特區的部分商圈，空置率也超過了25%，房東們再也撐不住了，違約甩賣法拍潮此起彼伏。真實的案例就擺在我們面前。紐約曼哈頓中城245 Park Harvey 大樓，原先估值20億美元，到2024年卻跌到了11億。業主 Brookfield 乾脆選擇把資產交給了貸款方，因為租金收入根本不足以償還債務。洛杉磯的 Freestyle 大樓市值跌了48%，虧本出售。舊金山一棟2015年建的頂級寫字樓，掛牌估值竟然只有3年前的一半。城市也跟着一起受傷，因為寫字樓的價值下滑，直接導致了地稅收入銳減。紐約市政府估算，商業地產貶值每年會讓他們少收超過10億美元的稅收。舊金山2025年預計財政短缺7億美元，這些稅收原本是用來支付公立學校教師工資、救護車、公交、地鐵維修、收容所和社會福利的。預算縮水，政府只能裁員減薪、削減福利、延遲退休金發放，最終影響到城市的整體生活品質、吸引力和房價。治安惡化，交通不便，教育質量下降，中產家庭外遷，稅基進一步萎縮，城市就這樣陷入了惡性循環。底特律的衰敗我們都見過，如今硅谷、紐約、西海岸的這些明星城市正在重演類似的故事。當槓桿反噬，誰將最先窒息？接下來我們要揭露一個更可怕的財務結構，這些大樓可不是用現金買的，他們是用一層層槓桿堆砌起來的。當租金斷流、利率飆升、再融資變得異常艱難時，這場地產風暴就會演變成一場連鎖斷裂的系統性災難。你以為這些摩天大樓是房東自掏腰包買下來的？錯了，它背後是一層層借來的錢。這就是槓桿，它讓你看起來擁有一棟樓，但實際上你可能只握有它的控制權。槓桿是什麼？簡單來說，就是你用少量本金加上銀行貸款，去買下大額資產。比如你出10%，銀行借你90%，去買一棟1億美元的大樓，然後指望靠租金來還利息，靠資產增值來賺錢。只要市場順利，你用1000萬就能賺幾千萬。但市場一旦逆轉，租金下跌，資產貶值，槓桿就瞬間從你賺錢的工具變成了勒緊你財務的絞索。這不是賺得少的問題，而是可能讓你瞬間歸零。這場危機正是高槓桿的報應。2020到2021年，利率接近零，貸款寬鬆得不得了，市場都覺得資產會永遠漲，於是投資機構就用高槓桿大量壓住商業地產。但到了2024到2025年，利率飆升到5%，再融資變得舉步維艱，貸款成本翻倍，資產價格下修20%到40%。租金收入根本難以為繼，這些曾經靠高估值、低利率支撐的交易，如今正站在懸崖邊上。就連格蘭卡多內都改變了策略，他過去可是主張3%首付投資的，現在卻公開表示自己全用現金買地產，高喊現金為王。因為借錢成本太高，風險太大了，他寧願等利率回落再出手。說明了槓桿這條路已經玩不轉了，現金流才是防禦型資產的核心。失敗的案例比比皆是，有投資者貸款買入商辦單位，指望靠分租來還貸，結果是在一半租不出去，利率又上漲，月現金流從正5萬變成了負8萬，想賣也賣不動，最終銀行啟動收回程序，資產清零。達拉斯、邁阿密、亞特蘭大每天都在上演類似的故事。你可能以為我沒買商辦就沒事了，
但你錯了，你的 ETF、你的保險基金可能都包含這些資產的碎片，這不是大佬的災難，而是所有相信租金穩定、估值永遠上漲的人在為過去的樂觀買單。連政府退休金都岌岌可危。接下來你會發現，就連那些最安全的退休金，那些教師、警察、公務員辛辛苦苦繳了一輩子的基金，也在這顆地產炸彈上。如果你覺得我沒買房、沒投資商辦，這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但你可能忘了，你的未來寄託在一個你從未審視的地方。退休基金是怎麼投資的？為什麼會踩到地產的雷呢？美國地方政府為了支付公務員、教師、消防員、警察的退休金，管理着數百億甚至數千億美元的資產。這些基金需要長期的穩定現金流。政府債券雖然安全，但收益低；股票波動大，但有成長潛力。而房地產的租金穩定，還有增值空間。所以，商業地產、寫字樓、商場、酒店曾經被視為抗風險的理想資產。但如今，這個認知正在崩塌。真實的案例是，全美最大的退休基金 CalPERS， 也就是加州公共僱員退休基金，正在經歷痛苦的轉型。CalPERS 管理着超過4700億美元的資產，其中數百億都投在了舊金山、洛杉磯、波特蘭的 A 級寫字樓、多戶住宅和混合用途商業空間。2024年底 ，CalPERS 報告顯示，這些資產平均貶值了25%到40%，不黑甚至根本無人承租。更糟糕的是，這些資產無法變現，沒有租金，沒有交易，就無法支付退休金。這會導致什麼？政府需要從預算中拿出數十億美元來填補這個缺口，這會削弱其他公共支出，或者乾脆延遲退休，減少給付。原本60歲能領的退休金，可能要推遲到65歲，而且金額還可能打折，最終全民買單，政府財政吃緊，只能加稅、借債或裁員。這場危機為什麼和你我有關？如果你是公教人員、醫護、教師，你的退休生活可能因此被改寫。如果你是納稅人，你可能要為這些破產的基金買單。如果你是年輕人，未來你的稅款將流入這些高估資產的虧損黑洞。這不僅僅是投資損失，更是整個世代財務承諾的崩解。這場危機不是地產市場的小調整，而是金融和社會承諾機制正在進行的一場壓力測試。我們學到了什麼？3個關鍵洞察。這場風暴教給我們的不是投資技巧，而是財務生存的底層邏輯。真正可怕的不是風暴本身，而是我們沒有看清它的來龍去脈。以下這3個洞察可能決定你未來10年的財務生死。第一，最穩的東西也可能崩塌。地產、退休金、寫字樓、政府基金，這些看似鐵板一塊的資產，曾經被視為低風險，如今卻成了風險源頭。為什麼？因為我們總用過去的邏輯看現在的市場，但工作形態、利率、全球金融秩序都已經變了。過去穩，不代表未來也穩。風險沒有消失，只是你沒看見。第二，風險不是虧錢，是現金流斷裂。這場危機不是單純的資產價格下跌，而是租金斷流。利率高漲，無法再融資，導致整個體系失去現金流。這不僅僅是破產，它更像是一個生物體，被切斷了血管，最終會窒息。核心鐵律，現金流是財務的氧氣，沒有它，再多的資產也會窒息。第三，風險來自你不知道自己身處何系統。你可能說我沒買房，沒投資，我很安全，但你已經被系統團團圍住。你的薪資可能依賴於被地稅綁架的地方預算，你的退休金可能依賴於被地產風險綁架的基金，你的保單 ETF 裡面也可能含有資產泡沫的碎片。你不是選擇是否參與市場，而是你早就被市場包圍了。危害你的不是市場風險，而是你不知道自己的風險敞口有多大。總結一下，風暴來時，財富只會留給那些看得懂局勢的人。現金流、低槓桿、多元配置、長期韌性，這些才是你未來核心的戰鬥力。你是哪種人，又該採取什麼策略呢？風暴之下，你的生存策略。看完這場地產金融風暴的全貌，你可能會問，我能做什麼？別擔心，風暴是可以穿越的。關鍵在於你知道自己是誰，站在哪裡。以下是針對5種身份我給你的應對策略。一、房地產投資人保命與等待，趕緊盤點你的槓桿結構，檢查即將到期的貸款和那些負現金流的資產，把槓桿控制在一個你能撐12到24個月的水平，即使利率不降，你也要能撐住。優先保住現金流，再談增值，能賣資產換現金的就果斷賣掉。真正的機會往往會在那些撐不住的人拋售時出現，活下來的才是撐到最後的人。二、上班族強化可移動性和主動收入能力，學習那些可以遠程或外包的技能，比如營銷、剪輯、項目管理、數據分析。如果你的公司依賴辦公空間、地產項目，或者受地方預算影響，那就要提前準備6到9個月開銷的緊急基金，發展副業或多收入來源，增強你的選擇權，不要被動依賴單一雇主。三、退休族或準退休者保本至上，降低波動性。仔細審視你的退休基金和理財賬戶，確認是否持有高風險的地產資產，減少波動性商品的比例，轉向短期債券或政府保本工具。檢查你的保單年金是否與商業地產掛鈎，必要時分批調整。你的目標不是要翻倍，而是要確保未來能領得到錢。四、創業者或中小企業主，靈活用地，縮短財務鏈。
辦公模式轉向共享空間或遠程辦公，靈活應對。預先和銀行談好週轉額度，停止盲目擴張，專注運營效率和資金週轉率。如果你有商辦資產，可以考慮分租、短租或共享用途，提高停效和彈性收入。靈活是下一代辦公的核心。5. 年輕小資族最大資本是判斷力和時間，不要追高買房或投資，市場還在重新估值中。儲備現金，累積知識，每週了解一種資產類型，看懂一個產業邏輯，提升你的資產敏感度。當市場見底時，你才能真正分辨出什麼是機會，什麼是陷阱。金融風暴來了，不是每個人都會被打倒，但那些沒有調整思維的人一定會被第一波沖走。行動比觀望更有利，選擇比速度更有價值。3個金融齒輪，一壞全崩。你可能還是疑惑，為什麼一棟大樓租不出去會導致銀行倒閉、城市破產、退休金泡湯？下面這3個齒輪會讓你徹底明白金融世界是怎樣一個連鎖裝置。齒輪1：資產價格下跌，銀行資本受損。銀行把錢貸給地產開發商，大樓就是抵押品。如今大樓貶值30%到50%，賣不出去，沒有現金流，抵押品自然就不值錢了。這直接導致銀行的資本比率下降，風險評級別下調，儲戶一恐慌就會來提款，流動性危機瞬間爆發。硅谷銀行72小時崩盤就是最好的前車之鑑，資產被低估。9. 錢卻提不出來，根本來不及應對。齒輪2：銀行信貸萎縮，地方財政危機，銀行壞賬增加，風控自然升級，放貸就會縮手。地方政府的基建教育預算被卡，建案停工，稅收減少，就業下降，地稅倒跌，城市就這樣進入了赤字循環。紐約、舊金山就因為地產貶值，每年稅收短缺數十億美元，警消、交通、教育都會受到衝擊。一棟大樓的衰敗，真的是一座城市失溫的開始。齒輪3：城市崩塌，退休金與信任體系瓦解。當城市無法支付養老金、教師退休金、公務員年金這些國家曾經的承諾，就會讓信任體系動搖。退休基金投資的地產資產貶值，給付壓力加大，政府補貼吃緊，稅收更加緊張，這就是信任負債。我們繳了30年的保費稅金，以為能換來保障，結果卻陷入了一個低估風險的財務迷宮。這3個齒輪串聯成了一個脆弱的金融結構，資產貶值，銀行風險升高，地方財政與基金虧損，退休金短缺，最終全民買單，信任崩解。這不是假設，而是正在發生的事。如果你只當這是地產新聞或財經新聞，你就會錯過真正的威脅。這是國家財務試管的硬化，一旦爆裂，不是某個產業受創，而是我們的未來正在流血。如何面對這場金融結構重組？你無法阻止風暴的到來，但你能決定自己是否能夠穿越它。我們拆解了1萬億美元的債務危機，剖析了300家銀行倒閉的連鎖反應。我們看到了城市血流枯竭、基金崩潰、房東絕望和體制的脆弱。但最重要的不是我們說了多少，而是你聽懂了什麼，接下來又會怎麼走。這場風暴會不會全面爆發，沒有人能斷言，但它已經在你我所處的系統中倒計時了。你現在有2種選擇：一是做個看客，等着新聞告訴你資產蒸發了多少；二是現在就開始學習，開始準備，開始分散調整，成為這場風暴的駕駛者。格蘭卡多內已經轉向了全現金布局，拋售寫字樓，轉投替代資產。高盛已經把信用壓力寫入了報道。你是要繼續相信房價永遠漲，租金永遠穩，制度永遠能保你平安，還是從今天開始建立自己的風險雷達和財務防線？如果你想學會看懂金融結構與資產風險，提升判斷力，作為不被騙、不被沖走的人，在這個經濟重組的時代活下來並前進。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認為這場危機會如何演變？你又會如何保護自己？你無法選擇風暴是否到來，但你能選擇是被吹倒還是逆風掌舵。